今天我们听完了很多台湾在 AI 前沿产业的实战经验，现在是要把话题转到 AI 的人才培育，还有企业的文化。我们知道组织要推动变革的时候，首先是要有关键的技术，再来要有执行团队，最后则是要建立从上到下一致的文化，才能推动这个新的政策或者是技术向前行。那在推动 AI 的过程当中，企业究竟要如何进行人才储备，又要怎么样推动公司里面的 AI 文化呢？这场专题演讲，我们就请到 Alpha Camp 的创办人兼执行长陈志平 Bernard 来为我们分享。欢迎 Bernard， 谢谢。喂，然后我用这个，等一下。好的，大家好，晚安。所以听说我是在简林峰先生跟陈武福先生之前的一个讲者，所以我要不好意思了，在这里卡住大家。那很快讲一下我是 Alpha Camp 的 Bernard。那我们 Alpha Camp 是一个线上的学校，我们希望透过给予学生技能、思维跟人脉，帮助他们在这个数位时代、AI 时代建立长期的职涯。那除了帮助个人之外，我们也会帮一些企业做 digital transformation 数位转型。在新加坡最大的银行星展银行 DBS， 东南亚最大的电商 Lazada， 跟Shopee 的母公司 SEA 和 Garena 也是我们的合作伙伴。我们会跟他们的人资长跟 CIO 设计一个半年到1年的比较长期的培训计划。那在创办 Alpha Camp 之前，我的背景其实是跟刚刚讲起来很像，我是 Marketing Technology 的，跟 Hive 的几位创办人一样，我也在 iClick 待过，我的工作是 Product Head 产品长。在那个之前，我在雅虎的亚太区是他们广告科技产品的总监。那个10几年前的还没有什么 data science， 没有什么 machine learning， 但是我当时的工作就是追踪各位在网络上的行为跟数据，然后打造不同国家、不同购买产品的行为的模型，然后让我们的广告做得更精准，帮助我们的广告主让你们买更多东西、下载更多游戏等等。所以现在我希望透过这个经验去帮助大家学习。那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让我分享一下过去10几年我在打造 AI 跟数据产品以及在人才培训的时候的一些观察。那我先理解一下状况好了。19年的时候，美国的管理顾问公司 BCG 跟 MIT 商学院也是我的母校做了一个访谈，他们访谈大概1000多家中大型的企业，里面有90%说他们在 AI 有一定程度的投入了，不管是招聘人才、建立 data science team， 会投入一些 data pipeline 的建设等等。但是在这些企业里面，有70%说他们看不到很明显的成效。去年，另外一家公司 O'Reilly 也做了一个很详细的访谈，他们收集了1400份问卷，问企业推广 AI 最大的瓶颈是什么？这个是他们的答案。我们常常谈到的一些 technical infrastructure， 一些数据的缺乏，其实都不是最重要。我们更谈到人才缺乏这个事情，对他们来说只是第3名而已。美国的企业在我们前3、4年，他们碰到其实是：第一，企业文化并不觉得 AI 重要；第二，团队找不到应用 AI 的机会。They couldn't find the right use case to make an impact。那如果大家仔细想一下，其实这2个是扣起来的。当你的企业文化没有相信 AI， 不拥抱 AI 的时候，你的团队绝对找不到可以落地的方法、落地的地方。我想问一下大家，在这里有你的公司有、你的企业有专属的 data science team， 可以举个手。这个 dedicated data science team 比我想象中少。好，我们最近在筹备一个课程，所以我们访谈了很多不同企业的 data science team。网络上常有一句说什么一句话惹怒谁谁谁。如果有一句话惹怒 data scientists 的话，最常见的是这句 ，right？BU 会跟你说，我的业绩好像不太好，帮我去分析一下。如果不同的团队今天讨论很多技术人员跟 BU domain know how 怎么结合，如果这个文化不存在的话，其实不同团队是没办法合作的。所以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怎么从文化开始。先讲结论好了。
所有 technology 都是工具，工具是死的。所有透过工具成功的企业，它在人方面一定做对一件事情。首先讲一下什么叫文化我的定义是一群人需要共同分享一定的态度、一定的行为跟一定的价值观，所以整个 keyword 其实是分享，是需要有这个共性。我们过去在不同产业，不管是帮助我们的企业打造，或者是帮助 startup 讨论建立文化的时候，我们会分3个层次，一个是建立一个共同语言，再来是共同思维，最后是共同目标。那我们今天每一个跟大家分享一下。相信大家都看过这个所谓的 Maslow Hierarchy of Needs， 就是他想表达的是人类有不同的需求，不同的层次。如果我们一些基础的需求，比如说吃得饱、睡得够、有基本的安全感，如果没有达成的话，你再高大上的一些需求，比如说爱情，比如说自我实现，是不会我们是不会有这个需求的。只是在推动 AI 执行一个 AI 专案，也有同样的需求的层次。首先从数据开始，所以你需要 collect， 需要 move， 需要 store 不同的数据，也需要 explore 跟 transform， 先把数据打包好。然后当你用数据做了分析做验证的时候，你需要的能力就是数据分析，做 A/B testing， 执行实验 experimentation， 最后才是真的去 learn 跟 optimize。那如果执行过一个 AI 专案的大家，你会发现，其实大部分的时间你都在中间那层 ，right？ 你有一堆数据了，你需要把它 clean up， 你需要理解你有什么，你缺什么，我怎么做什么分析等等。但是当我们跟很多企业在访谈的时候，发现他们在推动 AI 教学这个部分，团队会上很多不同的通识课。透过这个通识课去建立这个共同语言，什么叫 machine learning， 什么叫 regression， 都是非常好的。但是整个重点都是在顶尖的、比较进阶的工具跟理论。到它真的落地的时候，就发现中间他们花70%时间的细节跟概念，其实没有好好被讨论过。所以，如果你要在你的团队建立这个文化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点是，所有团队都需要理解整个过程里面的一些细节，他们到底使用的工具，而不是只 focus 在所谓的 machine learning、deep learning 这些比较 shining object 的事情。建立共同的思维这个是我从大企业跳出来创业的时候一个最大的冲击。在大企业的时候，我每年的工作目标、每天的工作内容，我要完成什么 task， 其实还蛮清楚的。只要把东西做好了，我年底的表现、我年终的奖金其实都应该不错。但跳出来做创业的时候，就发现没人告诉我要做什么，连问题都需要去定。更重要的是，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我到底怎么去解这个问题？我需要一直探索、一直验证。这个是非常大的反差。反过来，当我们在打造一个刚刚燕有讨论过了有说过13%的 model 才会真的会落地，也就是说，大部分的时间你做的模型其实是没有被应用的。Data science 之所以为 science， 就是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做一些没有结果、不知道在干嘛的事情。那在这个 science 的领域需要有效，有2个很重要的概念。第一个是问题比答案重要，第二，过程比问题重要。你需要跑过一个完整的路程，你才能够真的把 AI 实现。这个是我们跟我们的企业伙伴定义，他要做一个 AI 专案的时候需要经过的过程。从问题定义到分析，到提出 hypothesis 提出假设，然后验证，然后沟通结果。不同的阶段，你会用不同的能力跟工具。你现在需要理解一个基本的 business， 到底你的 cost of goods sold 是什么？我怎么去思考我的成本跟我的 operations？ 到后面 data cleaning、machine learning 那些只是其中一块而已。hypothesis-driven thinking 到最后的怎么去沟通 data visualization， 这些都是不同的工具。现在我们发现很多企业在把 AI 落地的时候，都以工具为先，反过来的。这些零碎的工具是兜不起来一个完整的思维，所以我们帮助我们企业伙伴打造这个过程的时候，我们是专注在让大家能够把整个过程走完，就好像一个运动，你
训练一个运动员一样，你要透过不同的 drill、不同的体能训练，把这个大脑的肌肉建立起来，他们才能够真的理解整个过程是什么，最后达到什么目的。有这个肌肉之后，在不同的阶段用不同的工具，就简单很多了。另外，我们那个观察是，大部分的企业在导入 AI 的时候，都会以一个小团队开始因为资源的关系，大家对这个比较模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正确的。先从一个独立的 data 跟 AI 团队，但是很多企业停在那边的 ，right？ 如果你需要让整个企业能够建立同样的文化跟思维的时候，你需要慢慢从 centralize 就一个 AI 团队去服务不同的 BU team。慢慢把这个 BU team 慢慢找 AI 团队打散到不同的 BU。当你有很清楚的 proof of concept， 当你有很清楚的那个流程，当不同的 BU 的主管有一些验证，能够看到成效，开始相信的话，你就需要把这些人放到不同 BU 里面，让他们能够互相学习、互相影响。最后建立共同的目标。刚才也有提过，在这个白皮书里面。大部分的企业其实都是针对创造更多的价值、提高更多的营收作为一个 AI 的目标，我觉得这个非常好的。但是也会很直觉的，我们在推动导入 AI 的时候，会从 automation 开始，因为那个成效是最明显的。但是当员工看到这些 automation 的成果，然后也看到这种新闻的时候，慢慢的会就是人成他们跟 AI 一个对立的认知。另外，美国一个很重要的趋势是所谓的 explainable AI， 就是说，不管你背后的逻辑、背后的理论多复杂都好，你需要能够解释。人类是没有办法相信他听不懂、他不能理解的事情的。所以，如果你需要建立共同的目标，你要建立这个文化的时候，你需要让你所解释的东西，推动的事情很简单，才能建立信任。有信任的话，你才能够建立一个 AI 的文化。好，所以今天很快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过去跟不同的企业跟我们自己本身的经验。那我们在年中的时候会开始启动一个 AI 跟 data 的课程。我们跟美国 Taboola 的一个产品副总跟在台湾做 AI 芯片做得非常好、优秀的 Neyron 做一个合作。那这个课程的受众其实是需要对 AI 有一定的认知的，所以我不会从 Python 101教起来，我不会从什么叫机器学习教起来。我觉得现在很多这样子的solution 跟课程可以大家去尝试。我们希望是打造一个健身房的概念，就是刚刚那个循环，透过各种不同的 drill， 让你完全知道整个过程怎么做，透过大量的案例跟实作，能够让你的大脑建立这个能力，也希望让你的企业建立这个文化。所以如果有兴趣的各位，我们可以去找一下 Alpha Camp， 然后我们在官网上面有一个连结，在课程内容。我们希望收集大家产业的一些想法，对这个课程的 input 跟期待。那我希望能够听到大家的声音，谢谢大家。好，谢谢 Bernard。